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的超级旅游世界，我是 Zoe。今天呢，我的搭档还是大家熟悉的 Christy， 还有 William。回来了。首先在这里要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视频，同时呢，也要祝贺上一集有奖问答的赢家。耶！上一集我不在这，听说你们介绍了岘港是吗？对啊，对，上一集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越南中部。我想呢，大家还是觉得意犹未尽，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到越南北部去玩。没错。通过上次的介绍呢，我觉得越南是一个非常吸引我的国家。OK。越南北部啊，它主要的城市是河内，所以众所周知啦，胡志明是越南的第一大城市，所以河内呢就是第二大城市。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请问一下，你们知不知道越南的首都是哪一个城市呢？所以你刚才说胡志明是第一大城市，对吗？对。那我猜是胡志明了。你猜胡志明 ，Christy 你呢？我觉得也是胡志明。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哦，不是吗？是错的吗？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再猜一下。就两个答案吗？那就是河内了哦。河内了。你们好聪明，没错。哇，我一直以为是胡志明对，大多数人会误会，胡志明才是越南的首都。其实越南的首都呢是在河内。其实我一直以为是胡志明，因为那个胡志明是塞港，对吗？对。然后我知道越南很多航班都是进塞港。对，没错。所以我一直以为是胡志明。那这挺让我意外的。那河内是一个怎样的城市呢？河内它其实是一个有1000多年历史的古城啦，所以说它的文化很丰富，而且河内现在是发展的非常快的一个城市，它也展现了越南它都市化的一面。在越南北部啦，就我个人而言，有3个地方是我觉得风景非常非常好的。Christy， 我想问你，有没有知道越南有个地方被人称为是海上桂林？有，那桂林实在是太出名了。但是我没有想到的话，就是在越南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只是普遍都知道，在中国有一个桂林比较出名的景点。对，像在越南，它这个被称为海上桂林的地方呢，就在下龙湾。越南的下龙湾，距离河内大约是3个半小时的车程，而且下龙湾跟桂林一样，它是属于喀斯特地貌，所以它的风景是相类似的。这是为什么别人会称它为海上桂林。而且下龙湾的面积呢，其实它是一片海湾，所以它面积比较大，有大概1500平方公里，而且有很多的岛屿啊，一些岩石岛屿，还有土岛，所以它是典型的伸出海面的，就是石灰岩柱的一种地貌方式啦，所以跟桂林很像，有一些溶洞，然后洞穴。所以刚才你说下龙湾是个海湾，那我们要怎样去游览呢？通常呢，下龙湾的游览方式是坐船游览，所以说是坐在船上看一下下龙湾的风景，然后还可以登岛游览。比如说比较著名的就是下龙湾有一个天堂岛。天堂岛，对 ，Paradise Island。对，听名字感觉很浪漫。天堂岛它的岛上的最高峰并不是很高，大概是200多米左右，所以说它在岛上呢有沙滩，然后你还可以在岛上攀上它的高处，然后看整个下龙湾的风景。对，所以这是比较出名的一个岛屿。还有另外一个叫做金亚洞。金亚洞，对，就是难道我们进去就是被惊讶了？没错，你们蛮聪明的。金亚洞其实它的意思就是它外表看起来很普通，平平无奇，可是你进去以后呢，它的景色就会很让你出其不意，然后会觉得有种惊讶的感觉，里面别有洞天。因为它是岩溶地貌，所以你在洞顶可以看到很多小窝，然后在灯光的一些效果之下，看起来就很像是星空。所以而且洞里面有很多钟乳石啊，然后一些比较特别的石笋，然后就觉得很壮观，然后很特别。这个名字蛮吸引我的我真的蛮想看看进去之后真的是会被惊讶到。我还以为你是说有鬼还是？是，我也是第一想法是这个样子。我个人觉得这种惊讶应该是一种惊喜吧，一种 surprise 的感觉。
对，不是 shock， 不是 shock。然后呢，另外一个啦，我觉得很绝的风景，对，就是沙巴的梯田。你们有见过梯田吗？我有听说过，但是我没有真的是看到过。我是有看过，它 basically 是种田的那种，对吗？一个方式来，I think 我在马来西亚看过，就是它是种茶的一个田在金马仑那一边。金马仑。那梯田的话，我知道在中国有一个叫做云阳梯田，然后龙脊梯田。那越南的这个的话，我不是很了解，是吗？梯田呢，它主要是存在于高山地区的一种农耕方式，因为居住在高山地区的人民呢，他们要进行农耕，但是他们却没有平地，所以他们要在山地开垦，所以只能以阶梯的方式一层一层一层来开垦，它就会形成一种阶梯级的耕田，所以就叫梯田。所以说在沙巴的梯田呢，通常它几乎一整年的时间都可以观看嘛。整体的感觉非常壮观，而且你还可以看他们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少数民族的村落，对，很有原始的一种风情，原汁原味的感觉。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只不过看的景色是不一样的。对，没错。你刚才说少数民族的时候，他们也是越南人对吗？是为什么说是少数民族？其实，在沙巴的少数民族啊，它是中国的瑶族的一个分支。他们的文化比较相通，但他们是生活在越南，对，所以它也是属于一种少数民族。OK， 对，然后呢，在沙巴呢，它不但有梯田嘛，除了你看自然风景以外，你们如果到沙巴的城镇，还可以看到他们的有很多欧洲的风格的建筑，因为当时越南被法国殖民的原因嘛，所以法国的一些文化也带到了沙巴。所以你们在那边呢，可以看到很令人惊讶，你街道可以看到一些欧式的建筑啊，然后风格你还可以吃到可能法式的一些点心美食，在那边都可以吃到。我偷看了你们拍岘港的那一集，也是有提到法国建筑对吗？对，有这也是异曲同工之处。所以说在沙巴呢，虽然你感觉好像是一个山区与世隔绝的感觉，但你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好像有外国风情的东西，它比较多元化。那你刚才已经说到了有2绝了，那剩下的一个是什么呢？第3绝啦，它也是在沙巴，就是在沙巴有一个叫做番西班山的山峰。番西班山是越南北部的最高峰，它也是越南的最高峰。它的海拔就有3143米，挺高的。对，没错。而且 Christy， 我想问你是从东北来的对吗？所以你有见过雪。你有没有想象在越南一个热带国家，它也是会下雪啊？真的吗？对啊，没错啊。因为番西班山它的海拔特别高，所以说到了冬天的时候呢，它温度达到一定的降低到一定的程度，它会有积雪。哇，很不错哎！对啊，在越南也可以看到，对，在山可以看到雪。对，没错。所以这也是它一个绝的地方。那可以再玩一些什么雪上的活动吗？这个倒是不行，因为毕竟它只是山顶的积雪。OK， 只是能看到雪花飘落。你到一半就没有雪了。对啊，而且在番西班山啊，你坐缆车，它是坐缆车来上到山顶的一个形式，所以在你乘坐缆车的过程中呢，你可以俯瞰整个山脉的风景。你还可以看到梯田的风景，所以说这些美景都可以一览入眼啦。在番西班山啊，你不单是看山而已，因为像我们越南中部那一集有讲过，佛教是越南的一个主要的宗教，对，所以我们在番西班山上也可以看到佛寺，它有一座禅寺，而且我们坐缆车到一定的高度，你还要再继续往上到最高峰的时候。也是可以乘坐小火车，对，然后到越南的番西班山的峰顶，然后可以合照，因为它有一个标志，就是你征服了番西班山，它有3143米的高度，还有越南的国徽，你跟它合照。像你刚才说那个很美的梯田，那我们坐这个缆车上去是不是就可以一览无余的看到全部的梯田的地方？可以看到所有的风景。
赞哦。而且在方西曼山山顶啊，还有巨大的佛像可以看，就是文化自然相结合啊，很棒。OK。那上一集我们有介绍过越南中部的时候呢，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些比较特色的一些伴手礼美食。那这一次的话，我们在越南的北部，那有什么可以买呢？记得我上一次说，我是一个吃货嘛，比较对美食感兴趣。那咖啡啊、绿豆糕啊这些，除了这些之外呢？我知道越南有，我不懂浩叫什么。我懂英文是叫波佛佛对，就是越南河粉OK， 其实那个我也喜欢吃，也喜欢吃吗？所以说现在是到吃货的部分嘛，是，好了，满足一下你们的要求啦。上一次呢，我们是介绍到一些适合当伴手礼的当地小吃，像你说绿豆糕啊、咖啡啊。然后这一次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一些熟食。比如说，像维伦刚刚说你很喜欢吃的佛，就是越南的河粉，还有春卷，我也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听过，对，我有印象，在这边有越南的朋友，他有帮我邀请我去他们家做客，然后他给我们就是做的越南的美食，那个春卷和我平时看到的不太一样的制作方法。其实像越南的春卷啊，它是用米皮。就是米浆磨成的，把米磨成浆，然后晾干以后，它会形成一个薄皮。所以你看到的很多包春卷的皮，它一开始是硬的，对不对？对，很硬。因为它风干了以后它是硬的，但它一遇到水就会变软，是，然后变成半透明的感觉。对，所以就会拿来往里面包一些馅料。然后越南的春卷它是有2种，比如说就是直接米皮用湿以后包起来，或者油炸。对，而且还有比较特别，它的像我们吃的很多广式的或者是中式的春卷，它们里面会放粉丝对，然后像越南春卷，他们也是会放一些细的粉，对，他们会放这些，对，还有虾，就是看你或者你可以就是包你任意你喜欢的东西，所以也可以包肉啊，可以包肉末，蒸的肉然后沾他们的鱼露。对，也可以蘸蒸。对，没错。You need to take. Chris， 你的吃货的本质展露，不好意思，有点激动。你是不是真的饿了？是对美食来说的诱惑，我抵挡不住。好的，我明白，已经很明显了。对啊。那我再说一个William很喜欢的东西，就是你刚刚说的粉。OK。对，越南河粉呢，它其实它主要是有鸡肉河粉、牛肉河粉。那大多数吃过牛肉的。对，我们大多数说的是牛肉河粉。然后呢，它牛肉河粉有分2种，就是生牛肉和熟牛肉。生牛肉。对，没错。像熟的牛肉呢，它是煮熟过的牛肉，切成片放进去。然后生牛肉它会生牛肉河粉就是直接用生的牛肉放在河粉里面，然后直接加入热汤，把牛肉烫熟。对。然后这样子的方式，它是保持这个牛肉最新鲜的一个口感，最鲜嫩的一个口感。你有吃过吗？对，有吃过，而且我很喜欢。So like 它的肉的感觉是什么 red 的哈？有点像 red 哈。有一点，但是其实啦，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么生。它的热汤烫熟以后，你吃下去的口感它还是熟的啦。对，但是只是没有像你吃牛排啊 blue red 的那种这么生的感觉。OK。但是你还是嫩嫩的。我觉得我吃货的 level 已经比William高了，看他很冷静。OK 啦，内心在激动。我就只想吃那个牛肉的。我是什么都想吃。你什么都想吃。我也什么都想吃。OK， 我内心比较冷静，我不会展露出来。OK， 我们今天呢就为大家介绍了越南北部的一些景点和美食。那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呈现给大家超级带你云游世界的节目。如果你们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话，不要忘记帮助我们点赞和帮助我们分享哦。那在视频的过后呢，也是还会有
有奖问答的环节，请记得在下面评论你们认为的正确答案哦，有机会赢得奖品的哎。Yeah, that's right. If you have enjoyed this video, please help to hit the like button,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our Facebook. Don't forget that we have a quiz right after this video and you can comment below to win a prize. So thank you all, see you and goodbye. Thank you. Bye.